今天呢，我旁边这台车就是全新一代的 GS8，它也是第2代的产品，也是目前你能买到最旗舰的传奇 SUV。那这台车呢，我的同事发型哥之前已经去试驾体验过了，但当时呢还是试装阶段哈，外观、内饰等一些细节呢都没有最终定版。那今天它是量产版本，所以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聊一下。那这一代的 GS8 呢，它有2套动力总成啊。那2套动力总成呢，它们的前脸设计呢都是不一样的。像我们今天前面的这台燃油版呢，它还采用的是一个叫做展威翼的设计。那整个中网的尺寸呢会比较小一点，而且呢用了像这种斜杠的条纹之后呢，看起来这个车还是挺秀气的。那混动版本呢就用了一个龙展翼哈，秀气之余呢还增添了一些霸气的感觉，因为那个尺寸真的是挺大的，都延伸到了前唇下方，看起来呢还颇有点雷克萨斯的味道。不知道屏幕前面的你呢会更喜欢哪个设计呢？但总的来说哈，2套设计的前脸呢配上这个征服者之眼矩阵大灯呢都是很协调的，整个全新的车型看起来呢会更加精雕细琢一些。尤其当你来到车身侧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一台全新的车型呢还是延续了上代车型的设计神韵的，方正硬朗阳刚，看起来呢就非常的纯爷们。不过呢，有很多地方你还会看出区别，例如呢，这个车身呢，它的3维尺寸呢，轴距都得到了升级，所以从物理特性来说，它看起来会比老款车型更加的大台。那第2点就是车身侧面呢，用上了很多的这种棱角还有线条去点缀，看起来呢就没有以往那么平铺直叙。如果你是以往就很喜欢初代 GS8 的设计，那当你在实地实车的看到全新车型的时候，你肯定又会找到初代惊艳的感觉。内饰方面呢，主要有2个词组成，一个是科技，一个是质感。科技主要靠屏幕啊，前面中控液晶表，中间硕大的中控屏，也是用上了 Ardigo 4.0 互联生态系统。不过用上这个系统之后呢，官方可能觉得语音操作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，所以它取消了几乎所有的实体按钮。以我个人而言哈，我觉得空调按钮呢还是要实体的为好。那像这台车呢，它有一个 3D 的 HUD 抬头显示啊，清晰度、提示的优化都做得相当不错，观感也很高级。不过呢，选装费用就有点贵了，5000元，你能接受吗？那第2方面就是质感了哈，就从你坐进车厢的那一瞬间，你就会觉得这个车厢是下了狠本的。无论是这种精细的缝线，副驾前方的这种饰板，甚至是挡把区域这种盖板的拉丝质感，都会让你觉得这台车的设计呢是下了心机的。再者呢，从新时代的传奇车型开始，像之前的引爆，再到今天的 GS8，他们用上了电子挡把之后呢，都很喜欢在这里做双层的设计。下方这个硕大的储物空间呢，真的是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的去塞东西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设计。空间部分呢，根据我们的实测呢，这个腿空间是很优秀的，坐在后排翘个2郎腿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而且呢，我们这个是6座版本，2个独立座椅，它们的整体支撑、承托都很不错。另外，像我这边的座椅呢，甚至还有杯架、充电口、储物空间，再配上这种全景天窗呢，坐在这个车的后排呢，还是挺惬意的事情了。哪怕是第3排呢，我刚才体验了一下呢，它的舒适性也是有提升的。这个很大程度呢是由于车身3维尺寸，尤其是轴距的进化而带来的空间利用率提升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，从这一代车型的配置表上面，我们发现仅仅有6座还有7座2个布局，并没有发现大5座的版本哦。那这台 GS8 的燃油版呢，它搭载的是一个 2.0T 加 8AT 的这样动力总成哈。这台发动机呢是归属到巨浪动力平台里面的，上代车型的生命末期就已经用过了，最大功率呢185千瓦，最大扭矩390牛米。来到新车型上面呢，扭矩是多了10牛米的，而且变速箱也多了2档，变成了爱信的 8AT。整套动力开起来的感觉呢，就是很绵密线性。你别看它说400牛米，但实际开起来呢，不会有那种很炸裂的感觉。我觉得大概率呢，是因为这个爱信 8AT 的存在所导致的。档位更多的它呢，除了能提供更好的燃油经济性之外呢，
也会把动力梳理得更加的平顺，所以这个车你日常开起来呢是不会有那种很推着你去驾驶的欲望。但是呢没关系啊，深踩油门的时候呢，你还是能感觉到它的底气的。另外呢，像这种7座布局的家用车多人出行肯定是常态。在做这种看得到摸得着的表面东西呢，也在努力的改进这种试完这台传奇 GS8呢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传奇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呢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这个想法呢，也是我之前试完引爆的时候脑海就立马浮现出来的。因为在前几年大家都说传奇好像就剩设计了，机械素质不太行。那从今年的2台车引爆还有这台 GS8看来呢，他们不单把设计做到了更高的水准，而且机械素质也做得更好了。那这台车呢，从产品实力上来说呢，肯定是会比同级对手更优的，也是属于那种能大卖的产品。如果要给它一个分数的话，我会给99分，剩下的1分嘛，我就要留给那个混动版本了。